马德里作为西班牙的首都，运行着各式各样的轨道交通系统。在市区有地铁，在郊区有近郊铁路，当然也有有轨电车。那么，在位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伊比利亚半岛上，这一轨交系统又有怎样的运用呢？Hola y bienvenido， 这里是 Hank。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看看马德里的轻轨系统 Metro Ligero de Madrid。虽然现有的轻轨是后期新建的，但是与其相关的历史最早也可追溯到1871年。1871年，由英国资本支持的 Tren Vía de Madrid 在马德里市开通，使用罗马牵引以及采用了1445毫米的轨距。这条线路连接了萨拉曼卡和波萨斯区，也正式开始了有轨电车与这座城市的故事。1874年，从马德里市中心的主广场增设了一条新的线路，以延伸至卡拉班切莱斯。直至19世纪末期，马德里共有5家公司运营着马德里的有轨电车网络。1898年，马德里有轨电车公司率先实现电气化，并采用蓄力与电力牵引的共存的方式。时间来到1933年，第一条城市公交线路开始运营，并逐渐取代已有的有轨电车线路。尽管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不久，就投入使用了1000系有轨电车，并试图复兴这些有轨电车线路，但是从1971年开始，剩下的有轨电车线路都在逐渐被拆除，最终于1972年的6月全部被拆除。至此，这座城市与有轨电车的故事就告一段落。马德里同时见证了有轨电车的衰落与复兴。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，马德里市一直有计划要恢复有轨电车的运营。最终，在2007年，位于马德里自治区帕尔拉市的帕尔拉有轨电车正式开通运营，并在同年于马德里的郊区开通了3条名为 Metro Ligero 的有轨电车线路。目前运营在马德里自治区的有轨电车线路就是4条，其中1号线位于北部，2号线和3号线位于西部，而4号线则是以环线的形式服务帕尔拉市。在聊具体的线路之前，我们需要先搞清楚这几条线路的运营公司。尽管1、2、3号线名义上属于马德里地铁，但实际上被授权给另外的2家私营公司分别管理。其中1号线由马德里轻轨公司管理和运营，另外的2条线路都由马德里西部轻轨公司管理和运营。4号线通常会以帕尔拉有轨电车的名义独立运营在帕尔拉市，但是有时候也会归为马德里轻轨4号线，所以它隶属于帕尔拉有轨电车公司，并且这4条有轨电车线路也都加入了马德里区域交通联盟，可以使用区域交通卡进行乘车。既然说到了乘车，这几条线路的大多数车站都采用了更便利、简单的设计，只有2端车站、地下车站及换乘车站会采用闸机，其余都使用了开放式站台，并且无需在站台刷卡，但是需要在上车后刷卡支付。前3条线路在遇到高速公路的时候普遍选择下穿隧道，但是遇到普通的道路则会使用高架以避免道口，这使得其拥有独立路权，也提高了运行效率。但是4号线是全地面线路，同时独立服务于帕尔拉市，所以并没有采用隧道或者高架的形式以避免道口。这4条线路都使用了阿尔斯通 Cidades 的5节编组低地板有轨电车，尽管设计时速最高可达70千米每小时，但是实际上由于占据和大量的弯道，导致根本飙不到70的速度，所以平均时速只有30-40千米每小时。但是在某些郊区的超长区间还是可以看到高速飙车的，这是独立路权的好处，只不过大量的上下坡和加减速就导致了乘车体验变差。至少对我个人而言，一个平常基本不会晕车和其他交通工具的人，每次乘坐马德里轻轨的时候都会有晕车。尽管这一轻轨系统有一定的缺点，但是我依然觉得这是一个成功的有轨电车系统。从2007年至今，这4条线路也运行了18年，运营时间以及客流量让我觉得这足以证明它们的价值。除了晕车的个人体验，其他还是挺舒服的。但是不聊座椅就不要指望它有多么干净了。对于想要来马德里旅游的观众朋友们，这几条线路貌似并不重要，毕竟也是在郊区运行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觉得视频还不错，欢迎一键3连，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指出。下期见。